嗨，大家好，我是青哥，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想录一个不一样的主题，就是坐在比较舒适的位置，以最放松的姿态跟大家聊聊天。当然啦，我近期有一些感冒，所以声音可能听起来很奇怪，而且也不是那么亢奋的话，大家给予谅解哈。最近也算是到新加坡的冬季了，一天到晚都在下雨，包括我现在录视频的时候，外面也是阴雨连绵的。如果看视频的你们也是在新加坡的话，请记得防寒保暖，千万不要像我这样把自己硬折腾感冒了，真的不是很舒服啊。今天呢，想录这样的主题呢，就是因为经历了魔幻的2020年之后，我觉得我个人在心态上真的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于我自己2021年有什么计划和规划。其实也不算是非常具体的规划了，可以说是个人对2021年的一个期许吧。这样也算是在新年的伊始给自己立下一个 flag， 来更好的监督自己。当然了，如果你们和我一样对自己2021年有规划，或者是想立一个 flag 的话，可以在屏幕下面写出来你们对你们自己的一个期许和计划，这样的话我们一起相互监督，一起加油。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主题吧。第一点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心态上要保持平和，更加佛系一点。我把心态这一点放在第一点来说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心态真的是非常重要。不要太多的拿自己和别人做比较，这种比较有时候真的会给自己造成很多不必要的压力，而且有时候真的就是你想要的越多，反倒最后适得其反，一无所有。就像在2020年初期，我做视频的时候，总是会拿自己的影片和一些好的博主去做比较，最后导致我非常的讨厌自己的作品，总觉得自己哪里做的都不好。所以在我频道中期的阶段，有很长时间，可能有1个月或者是大半个月，我都没有更新。因为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的心态就已经处于非常崩溃的边缘，因为这个事情我真的反思了很久，然后认真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更加佛系一点，心态更加平和一点，不要再拿自己和任何人做比较，只要自己埋头努力就可以。我相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当然这种好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完全和自己理想的结果100%契合，但是它一定或多或少的会给我带来好的影响。第二点呢，就是在消费上，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变得更加理智一点。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我已经有所改变了，因为在2020年之前，我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脑子的盲目主义消费者，网上别人推荐什么我就想去买，我就想去试，完全不考虑这个东西是不是真正自己需要的。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然后我在家的时间变得更多了，我有更多的自由思考的时间，我就会发现自己之前的盲目消费其实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快乐，反倒成为了自己的一种负担。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所控制的在买。就像我逛街，如果看到自己非常想要的东西，我不会立刻下手去买，而是回到家里等个2-3个星期，如果我依旧还是想要那样东西的话，我才会把它带回家。这也算是我在2021年的一个进步吧。这种进步呢，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延续到2021年，并且再有所提升吧。对自己的消费更有规划一些，规定好自己每个月在每个方面的支出，然后坚决不能让自己超出额度。第三点呢，就是关于健康方面，我希望我自己能把运动当做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融入自己生活当中。其实我在2020年的时候是有坚持运动的，但是频率不是很高，可能1周就1-2次吧。之前运动的时候，其实每一次运动之前都是非常挣扎的，虽然做完运动以后感觉身体也舒服，哪都很爽的感觉，可是在运动之前的话，我还是非常的挣扎。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来完成，不要当成一种负担。我也不需要自己做很高难度的运动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做一些很简单的运动，然后把它长期的坚持下来就 OK。其实我有考虑过去健身房办健身卡这件事儿，可是我觉得在我没有养成运动习惯，没有把它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在做的时候，我可能办了一张健身卡也只是浪费。你想在家做运动这么简单的事情我都做不到，怎么可能做到长途跋涉去健身房坚持做运动？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自己在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之后，再考虑去健身房，在运动方面做一个更好的专业训练吧。除了运动的话，我还希望我自己在饮食上更加张弛有度一点，因为在2020年的时候，就尤其是居家隔离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胖了不少。就那段时间之后，我去做身体检查，
居然医生告诉我说你体脂超标。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恢复过来了，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复胖了。因为反复的胖瘦这件事对于女孩子真的无论是皮肤上还是身体健康上都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希望我在2021年的时候，除了运动以外，对自己的饮食方面也要有更好的规划。可能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更加严格的来控制饮食的营养均衡和热量摄入。但是呢，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会给自己一些放松的时间，去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不会太痛苦，同时呢也能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在工作上，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告别拖延症。我真的是一个拖延症晚期患者，很多事情我都喜欢拖到最后一秒才去着急，才去做它。但是有时候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体会到，你短时间完成的工作，可能最后的结果都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真的要认认真真的改掉拖延症这个毛病。另外的话，我希望我自己少抱怨。虽然我在2020年的时候已经在尝试努力的学着少抱怨很多事情，但是我希望我在2021年的时候更加有所进步一些。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可能一件很小的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你反复在嘴里不停的抱怨，会导致你心情更差，更加的不开心。但是如果你不去抱怨这件事情，而是把这个时间省出来去做新的工作，哪怕是出去逛街或者是去做运动，你就会发现你的心情会豁然开朗，很快你就忘记那件让你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希望我自己在2021年的时候更加的减少抱怨的时间，把这个时间拿出去努力的提升自己，这样的话自己也会开心，而且也会变得更优秀。好了，这些就是我所有对于我自己2021年的一个期许，然后也希望我自己真正能落实这些事情。我也会在视频中不定时的给大家更新我的状态。那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告别那个不愉快的2020年，着手努力去打造一个更美好的2021年。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